塞尔维亚火箭弹助阵乌军，其背后有隐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乌克兰战事持续焦灼的背景下，塞尔维亚这个以俄罗斯同属于斯拉夫民族的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来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哪个方向，有些左右为难。对于总统武契奇来说，当前最大的危机仍然是科索沃独立和塞尔维亚能否加入欧盟的问题，而欧盟的态度很明确，塞尔维亚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必须先站队，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并且要承认科索沃的独立，才会考虑让塞尔维亚融入西方。今年的3月18日，塞尔维亚政府将与欧盟就科索沃独立问题展开新一轮会谈，决定塞尔维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媒体突然曝光，塞尔维亚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3500枚火箭弹。俄媒曝光的视频显示，大量的火箭弹被存放在仓库中，准备交付给乌克兰军队使用。而塞尔维亚对此的回复是，这些火箭弹已经出口给了加拿大的防务公司，完全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移交给乌克兰的。过去迫于欧盟的压力，塞尔维亚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态度是站队西方，在联合国的投票中赞同谴责俄罗斯的议案，拒绝承认乌东4个州并入俄罗斯。但是在制裁俄罗斯和军事援助乌克兰等问题上，塞尔维亚一直没有走出最后一步。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塞尔维亚通过加拿大向乌克兰转售3500枚火箭弹这件事呢？这很可能是迫不得已而演出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双簧戏。对于俄罗斯而言，3500枚火箭弹不足以改变乌克兰战场上的态势，而且塞尔维亚也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火，并不能证明塞尔维亚已经彻底站在了俄罗斯的对立面。所以现在这种局面是普京可以接受的，至少给俄罗斯留了一点颜面。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拉着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军队，算是走出了第一步。欧盟要求塞尔维亚制裁俄罗斯已经不是1天2天了，军援乌克兰很可能就是塞尔维亚必须要交的投名状。在科索沃问题解决之前，要求塞尔维亚直接军援乌克兰或者制裁俄罗斯，都很难被塞方所接受。因此现在采取的这种通过第三方国家采购军火然后送给乌克兰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达到离间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关系的目的。而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要想加入欧盟，那么无论是制裁俄罗斯，还是阻止民众参加瓦格纳雇佣军，或者用军火援助乌克兰，都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因为作为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未来加入欧盟才有出路，所以远离俄罗斯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但在科索沃问题没有获得圆满解决之前，塞尔维亚只能通过这种模糊的方式向西方国家表个态，但又不至于放弃最重要的筹码。武契奇说，塞尔维亚国防公司有权利向其他国家出口军火，这只是个正常的贸易。这个道理听起来没错，但要说塞尔维亚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武器会被转交给乌克兰，那也没人信。因为这种122毫米口径的火箭弹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用处的。有人说塞尔维亚间接地向乌克兰提供军火是忘恩负义。其实一个国家领导人在面临决定国家发展前途的重大决策之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道义。既然塞尔维亚的未来出路已经明确是加入欧盟，因此科索沃问题和加入欧盟问题就成为了塞尔维亚容易被拿捏的软肋。西方正是利用这些去要挟武契奇。至于塞尔维亚目前的困境，俄罗斯应该也是清楚的。未来三方之间会怎么博弈，塞尔维亚的军火会不会大规模的提供给乌克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